各位，这两天呢，我评价了一下郑丽文最近的一些言论啊。哎呀，郑丽文的一些铁粉呢，就开始不愿意了啊，就开始骂街了。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我这个台呀，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这种智商不够的原因吧，他一直没搞明白一个事儿啊。那么我常说，就是你只要是极端必脑残嘛，别当二极管嘛，是不是？那么我前一阵儿的时候正面报道郑丽文，是因为他的言行；现在评价郑丽文也是因为他的言行我不是任何人的粉儿，我也不支持任何人我只支持真相，明白吗？所以这些这个极端的人呢，就钻了牛角尖儿他就是脑筋转不过弯来了。说前一阵的时候你还夸奖郑丽文了，现在你怎么又开始诋毁郑丽文了？我这不叫诋毁，我这叫客观的报道，朋友们就是郑丽文最近的这个言行呢，的确是让岛内外甚至是他的党内都有很多人对郑丽文有了不同的这种看法这个政治人物嘛，如果嘴上没个把门的，那他真的是不适合从政，对不对？你看前两天的时候，中国的国台办回应了就是郑丽文所谓的这个抵抗说，是吧？那岛内呢，中天电视台也采访了郑丽文，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吧。所以呢，你在日前接受这个《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呢，你有明确的表达，那么国民党的立场是一定会战斗还击。那战斗还击这个部分呢，国台办被问到了。好，那当然从这个比如说《自由时报》的角度呢，就会认为国台办呢完全没有给你面子他完全没有给正面的肯定里面国台办特别提到呢，两岸的事由家人商量着办直接踩死一中红线。可是你觉得呢？国台办的回应是不给面子，还是反而给你面子啊？因为也看得出来，国台办有点拐弯抹角，他对所谓的一定会战斗还击这关键句，他其实是有点绕开的。是的，我想他还是中天呢，还是给郑丽文留了充足的面子的。国台办说的最重点的一句话，中天没有说出来，我不是给大伙点出来了吗？国台办说，特意加重了语气说形形色色的台独，意思就是郑丽文也是属于形形色色的台独的那种说法，那么一定还击之类的哎呀，中天这个采访不犀利呀，是展现了不一样的态度，而且还是展现了对我的一定的这个善意。好，那么其实《经济学人》的访问是这样子啦，他其实前面讲了很长一大段，好，那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在讲说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就是如何避免战争，如何避免这些不需要发生的战争。那么两岸全世界都期待能够重启对话，那重启对话的密码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嘛，就是9·2共识嘛。所以你也知道，每个访问我一定都会花一定的篇幅解释这个事情，解释说10年的中断非常的危险，两岸局势快速的升高。那其实这个东西全世界都知道，就像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拿出办法来呢？而做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快速的升高，而今天不是台海局势的升高而已，还有日本跟中国之间，还有我们的就是整个朝鲜半岛，就北韩跟南韩的局势，它整个的东亚现在的局势是非常的紧张，而且高度的敏感的、紧绷的。那请问，我们怎么样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和平的道路？在台湾，我们很负责任的，我们要摆脱悲惨命运的一个左右，最后沦为人家谈判的筹码，甚至于可能被
变成弃子。那我们现在就要主动嘛，好，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所以就讲了半天啊，我们怎么样避战啊，怎么样两岸可以重启和平对话呀，等等等等的。好，那中间当然会讲到反对台独嘛，就会讲到连川普总统也说不希望台湾台独啊，也不会为台独出兵，就是把真正导火线彻底的排除，就是台独两岸永久的分裂。所以他才会问嘛，对，所以他才会问说，那万一北京不管3721，简单讲就是这样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就算台湾没有要台独，那都打过来了，那我们还不奋战吗？对不对？所以，可是你也知道嘛，媒体一定他都会扩扯这句话，所以这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沟通让我有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说，主流媒体对台湾真的很不了解。甚至于对两岸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所以我本来在台湾，就是我刚刚当选主席的时候，就也很多主流媒体来访问，可是他们很多都是驻台的记者。那么我从北京回来之后，他们访问我的层级就不一样了，就变成是这些大媒体的重要的记者。好，那电视台也好，平面也好。你就发现他们的真的主流媒体的大咖出动了。好，那大咖就对台湾更不熟，就是我的意思在这里。大咖更不熟，对，因为他更不熟，因为他长期不是 cover 两岸嘛，他没有 cover 台湾议题嘛，有这个很大的电视台，很有名的主播等等的，他并没有直接访问我，我也很尊重他们的这个专业素养，他们私下好几个媒体。就非常大的媒体跟我沟通讨论，因为他们在做功课，因为他们以前真的太不了解台湾了。我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很多人他其实根本他连92公司都没听过，是不是？我不就讲了吗？我讲了半天，我会发现他表情怪怪的，就我会发现不对，我才跟他解释说，他才恍然大悟，他一直以为我在讲中国，所以。你就发现10年没有沟通，然后你发现，当你一打入所谓的他们的主流社会、主流媒体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对台湾的理解跟认识是很有限、很有限。所以可能这10年被民进党洗成另外一个样子。对，然后他们很简化。等等的所以我就要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啦。那他们就会很自然会问这种问题，你知道吗？就说那万一不是这样呢？那万一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打你了呢？类似像这种就很正常，他们都会问很多这种问题，表示他们对这个议题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熟悉，而且他们都会跟我讲嘞，还会讲说，因为我们的读者，你讲的他们不一定会听得懂，因为他们没有 follow 之前的脉络，然后你们两岸关系又挺复杂的，然后你们台湾内政也挺复杂的，读者会搞不懂，所以这就是我这半年来也学了很多就对了啦，然后才发现说这个，但接触还是有用啦，他们还是起码越来越关注台湾的发展，但我觉得啦，扮演的更重要的影响力，因为毕竟这对美国来讲，他们的总统踏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而且还预告了接下来又要回访啊，什么年底要去 APEC 啊等等的，就今年一整年，然后再加上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就期中选举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加在一起，所以美国的主流社会为什么会高度重视的原因。好，那当然其实都要走出去啦。郑丽文的自我感觉太好啊！那国台办最重要的说形形色色的台独你自己还是不嚼闷儿呢，对吧？他自己你看也知道自己拉了习近平这个大旗做了虎皮之后，自己身价涨了，但是身价涨了，你可飘了呀，对吧？各位，所以这个大陆对郑丽文的这种看法，我觉得应该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你看郑丽文根本就没有要悔改的意思，说我那句话我说错了呀，是吧？那个假设性的问题台湾拿什么还击呀？一还击，那不就整个岛都成了废墟了吗？生灵涂炭了吗？你拿什么还击呀？那郑丽文的一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啊，有的时候太高看自己了。那唐湘龙不也说嘛，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是吧？其实对于国民党啊，还有像郑丽文这样的政治人物，国师沈毅先生一针见血的就指出来了。几天前，我们看到美国学者的有一篇文章，就让这一波人其实炸了锅。那这篇文章是来源于曾经3度获得普利策奖的一个叫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名字是叫托马斯·弗里德曼。他5号呢是在以这个视频方式出席在美国国内的一个论坛时有讲到，他说世上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重要性胜过美中关系。那么在当下的这种形势下，这个弗里德曼就给台湾的建议是不要采取任何的激进行动。如果我是台湾，我会保持低调，做好本分，继续发展现有的经济，尽量避免卷入冲突。那针对仍然有一些人相信美国会保护台湾，弗里德曼就直言说，过去可以坚信美国总统会支持台湾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然你们可以去问泽连斯基说得非常的直白。那加上我们在上期节目请您帮我们分析过，就是此前美国时代杂志文章有批评赖清德鲁莽，以及兰德公司这个报告提议美国政府支持渐进式统一，还有最新的就是在上一周韩国釜山举行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未再提及台湾问题。这一波又一波，可以说华盛顿弥漫的这种弃台的氛围确实让岛内尤其是这一波台独分子相当的紧张。老师对此有怎样的观察呢？既有机遇也有风险，我先把风险说在前面。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那些把9·2共识、一中各表当成通关密码，然后试图实现无限期的只有和平没有统一的人，他认为他看到了机会。我不说，我只要不说就行了，我就不回来，我跟你无限期谈，我跟你无限期拖，我跟你拖出个100年和平来，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能心存幻想。什么叫心存幻想？就是在统一的问题上，但凡看到了一点点迹象之后，我们瞬间就不想干了。就是说，你看他们就会自动来归，不存在的，对，不存在的。这个东西要做到什么？其实说白了，我们要做2件事。第一，在美国那儿，我们要继续压什么？逼美国说我支持和平统一。这句话是用来干嘛的？这句话是用来摧毁岛内对美国所有的幻想的，然后收回来。收回来，注意不是说一定用和平的方式收回来，就是收回来，然后告诉美国任何统一都是和平的，然后告诉岛内两岸的永久和平只可能以统一为基础。你不要跟我用欧美的100年和平的概念，张伯伦签了慕尼黑协定以后，我给这个国家带来了100年的和平，整天跟我讲两岸100年和平，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对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我们的目的是统一。为什么？因为统一才能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不要把先后次序搞倒掉了，觉得好像我现在只要和稀泥和过去，我就可以去拖。不好意思，这事儿是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的。有很多人不要心存幻想。什么叫心存幻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老外会称我统一，或者老外会称我这边走向独立，所谓的以外谋独。另外一种想什么？哎呀，你放心，赖清德太蠢了啦，他们这帮憨憨的，你看我去哄大陆，我帮你把大陆哄平，我只要跟他们说8个字，他们立刻就被我就迷惑住了，然后我就有时间，我就可以无限期的拖下去了，你看我来摆平这件事情。这种错误的认知不能让它冒出来，这种错误的认知不能让它成气候。为什么？因为成了气候之后，很多时候会尾大不掉。就告诉你说，现在
两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这个东西很简单，我们干嘛去看岛内讲什么呢？我们看我们的领导人写的贺信嘛，推进统一嘛。哎，搞这个两岸的事情，难道看岛内不看我们领导人？当然是看我们领导人怎么说的了。我们只是什么？我们以后对台湾岛内打交道的这个方式很简单，我们把不同的场景跟待遇放在那边，说这边是统一的，这边是你要打的，你挑吧，没有第三个选项，你可以有想法，但待遇我就给你两种，你挑一种，这才叫推进统一呀。就是那种你看，哎，为什么很多时候大陆这边也要自信啊？为什么我们通缉了岛内2个人，那2个人就18个人里面就有2个人申请不到贷款？因为你们这些人起码活30年，这个贷款起码要还20年，闭着眼睛也都知道20年内必定统一的，你们肯定还不了，你们肯定在牢里面，所以我不能贷给你。岛内都那么清楚了。沈伯洋为什么慌？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对待沈伯洋的态度就是你不要过来。为什么？你过来了，你把大陆沾到我身上，我还要吃饭呢。大陆现在其实只要从一件事情开始，就可以把局面推得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不是在台湾岛内有人跟沈伯洋拍了一段视频，上面拿了个牌子写着我们都是沈伯洋吗？把这张视频里的每张人脸识别出来，查他祖宗8代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生意，如果有，每一个按照沈伯洋来处置。我看多少人跟沈伯洋站在一起，我就跟你讲，跟沈伯洋站在一起，除非你像沈伯洋那样有索罗斯在后面给你喂饭吃，否则你没饭吃，你在大陆没饭吃，你在全世界没饭吃。你试试看，想吃饭过来谈统一，统一了有饭吃，简单吗？很简单，不要去博那些虚无缥缈的感情。至于具体统一的实现方式，你可以去谈，时间很清楚，不会无限期的拖下去。什么叫不会无限期的拖下去？20届4中全会公报15规划，15规划之后呢，再奋斗5年，到2035年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建国100年的目标，提前从49年提前到35年。一个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它还没有完成统一，这合理吗？这不合理。所以这就是时间表。就照着这个时间表行动起来，只争朝夕啊！每个人在力所能及。我认认真真讲，不管是大陆这边的人，还是台湾这边的人，你如果真的心向统一，心向这个国家利益，在这个统一进程当中，你是会找到很多事情去做的，你可以自我驱动的。很简单，大陆这边方方面面行行业业，你日常工作当中有没有跟台湾人打交道的？你的这套工作机制作为体现两岸同胞一家亲，为台湾民众造福利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区分那些心向统一的和搞台独弄事情的？做一些精细化的区分工作嘛。动不动就特别为对方体谅，说哎呀，在岛内政治氛围当中，现在怎样说很难了。废话，一个两个都不说，没有人做第一个，没有人做第一批，岛内政治氛围怎么翻过去啊？对，不能太为他们考量。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很容易用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这种老好人的心态，动不动就说哎呀，他的苦衷啦，他可以体谅的了。拜托，这么多苦衷，这么多体谅，那你还改不改啦？没那么多废话的。很多时候就是你可以去做
做什么很简单很清楚，跟着我走的，愿意搞统一的有好处，不愿意搞统一的没好处啊。我这边拿了好处，那边去搞独立来阴我，那这么容易的事情？这些事情，这些政策的变革，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期我们的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的主轴，我是这样想的。那些动不动就说我们要多给郑丽文一点时间，给国民党一点时间审议，直接就批评那些人都是圣母婊，脑子都不清楚，糊涂。当然这里边说也包括我，前2天的时候我不还说吗？说郑丽文要给他一点时间吧，最起码2028年之前吧，对吧？可是现在看大陆该醒了，这个2028年别给他时间了，给他时间他也抓不住啊，他不中用啊。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